西哥超过中国，成为美国最大进口国。我身边好多东西也变成 Made in 越南了，老爸，是不是我们中国的制造要不行了呀？这不是衰落啊，而是产业转移。这样的全球转移近200年啊，已经发生了4次，现在是第5次全球产业大转移呀。建好一个工厂多不容易啊，转移来转移去的，它图啥呀？假如啊，你开了个小方煎饼果子工厂，你想要赚钱，那最关心的是什么呢？赚钱肯定是货卖的越多越好，成本它越低越好呀。没错，所以产业啊，就像水，总是往成本更低、效率更高的地方流。于是第1次全球产业转移啊，就这样发生在了18世纪的英国。那时的英国啊，在工业革命后啊，成为了世界工厂，但是发展啊，也很快遇到了瓶颈，因为英国国土啊，面积很小，可用资源少，人口也不多，工业发展的成本啊，就越来越高。相反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啊，国土面积广，不仅有非常多还未开采的资源，还有源源不断的移民啊，来到美国求生啊。美国人口多的话，那工厂造出来的东西不就直接在美国当地全卖了，还省了运输成本呢？没错，产业也会向着更大的市场转移，所以美国因为承接了英国转移的产业而逐渐成为了世界工厂。而那个时候啊，咱们正值清朝，因为闭关锁国，错过了工业化，只能沦为廉价木材、茶叶等这种原始资源的输出国，彻底的掉队了呀。那第2次转移肯定是从美国转移出去的了呀。是的，第2次大转移啊，是在1946年冷战开始后，美国为了在东亚、欧洲啊和苏联对抗，必须扶持盟友，于是大量的产业啊开始向日本和联邦德国转移。那时刚建国的我们反而啊加快了这次大转移啊。怎么还跟咱们有关系啊？正是因为后来的朝鲜战争，日本因为靠近朝鲜，直接成了美军的后勤保障基地。美国的技术和订单啊像潮水一样涌进去，日本就这么完成了第1桶金的原始积累啊！哇去，感觉历史它环环相扣啊！不仅相扣，还会循环啊！第3次转移的发起者日本啊，同样经历了英国当年的问题，地盘太小，资源枯竭，人工成本飙升。但这次转移的日本啊，留了个心眼，他们把那些低产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啊，比如裁缝、简单组装啊，转手给了当时的亚洲4小龙：韩国、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啊。我算是看懂了，只要翅膀硬了，成本高了，就得把脏活累活扔给别人呀。那第4次是不是就轮到我们了呀？没错，但4小龙这4个地方同样没资源，市场太小，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啊，咱们中国刚好改革开放，有非常多的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，于是全世界的流水线都搬到了咱们这儿，我们也就成为了现在的世界工厂啊。那现在越南、墨西哥抢订单，是不是中国要输掉了呀？不一定啊。我再问你，日本当年放弃纺织，那制造业是衰落了还是升级了呢？感觉升级了呀！现在一提日本制造，都是汽车、电器之类的高端货呀。没错，你看墨西哥和越南接走的大多是最后的组装环节，但那些工厂里的自动化设备是哪儿产的？是中国。他们需要的核心零部件、中间件是哪儿买的？还是中国。这意味着啊，咱们正在从卖力气转变成卖大脑啊。那感觉这第5次转移很关键呀，是不是可以提前布局啊？没错，比产业转移更关键的是每一次产业转移带来的巨大资本流动，赌对了经济周期，甚至可以实现阶级的跨越呀。欠债高达38万亿，每天利息需要还30亿。多少？美国每天利息要还30多个亿啊！老爸，老美欠这么多钱能还得上吗？那我问你啊，如果你欠了很多钱还不上了，你一般会怎么办呢？先跟债主商量，晚点还呗，拖一拖，不行就借新钱还旧钱，再大不了啊，直接赖账呗。你这3招啊，在金融领域分别叫做债务展期、债务置换和直接违约，但是还有一个可以一键消除所有债务的方法，叫做债转股。300年前的法国政府啊，就是靠它一把还清了所有国家债务。不是，欠的钱还能凭空消失？不仅消失，还能让债主啊心甘情愿的不要钱了。1716年的法国政府欠了足足20亿里弗尔的债务，但当时法国政府一年的总收入啊只有1.45亿，不算利息。为了维持政府的日常开销，每年就要花1.42亿，但是光利息就得还9000万，相当于法国政府啊连本带息啊得还700多年。那我要是法国政府的债主，我的天都塌了呀！所以当时法国的国债啊跌了80%，也就是价值100万的债券啊只能卖20万了。于是啊，当时有个金融奇才约翰劳，他就给法国政府啊支了个招，不去还债，改成换债。难道是卖东西换钱吗？我平时也想卖2手手机啊，就担心啊卖不上价啊。那我推荐你一个超级好用的神奇 APP， 就是闲鱼。最近新版闲鱼还出了个神奇的新功能，拍张照片就能赚，拍得多赚得多。我就把不用的手机鼠标随手拍上去就赚了一笔，而且我之前发布了几分钟的5P，居然就有这么多人
寻难了。拍照就赚，我推荐闲鱼。那法国政府欠的钱这要怎么换呢？第一步啊是创造新货币。约翰劳之前的法国啊用金币当货币，金子啊是不能印的，政府欠的钱啊就没有办法通过印钞去解决。于是约翰劳成立了银行，垄断了纸钞的发行权，宣布纸钞啊可以按照比例兑换金币，同时规定在法国交税必须用纸钞。原来纸钞和黄金绑定是从他这儿来的呀。第二步啊才是关键，他建立了密西西比公司，法国政府配合的宣布啊对美洲的贸易由这家公司垄断经营。然后约翰劳公开出售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份，要求啊必须用25%的现金和75%的政府债券来支付。为啥能用政府债券来支付呢？假如你拿着政府欠你的100万政府债券，现在啊只值20万了，但一下子啊能按100万入股一家国有垄断公司的股份，你干不干吧？原来这100万我可能都收不回来呀，现在能变成国企的股份了，我肯定干呐。这就是债转股，你手里不值钱的国债啊变成了未来高收益的国企股票，全法国的债主啊都去疯狂的换股票，股票都被抢光了。于是法国政府这20多亿的债务啊全部变成了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，而股价呢也暴涨了20多倍啊。这公司我咋没听过呢？因为它根本就不赚钱。美洲殖民地啊难开发，派过去的人啊不是死于疾病，就是被当地的印第安人啊给杀死了。我去，这要是投资者知道了，股价不就得完蛋了？没错，后来真相传回法国，密西西比公司啊股票大跌，无数人倾家荡产，法国经济也受到了重创啊。这个剧本不会也要在现在的美股上演吧？现在老美的化债剧本啊和密西西比公司更像的其实是稳定币。约翰劳当年发行的纸钞啊一开始也能兑换黄金，那现在稳定币啊和美元是1比1绑定的。约翰劳炒作密西西比公司啊未来是有巨额的收益，让债主把国债转换成股票。现在呢则是炒高加密资产，投资者想买加密货币就必须先把美元换成稳定币。那你知道换成稳定币的美元最后都跑去哪里了吗？不是说稳定币公司拿着这些美元去买美债了？没错，美国等于通过稳定币找到了更多美债的接盘人。我去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欠钱不还的套路还是一模一样啊！国家债务通过债转股或者置换啊还不算严重，当年的德国就是因为无法还债才发动了2战呢。特朗普持续推出给企业减税的政策，就得跟罗斯福一样，让企业家100转我95啊！老爸，再减税，美国那不是更没钱了吗？那你觉得经济是怎么发展的越来越好的呢？就是企业雇人生产商品，然后商品都有人买呗。那关键来了，到底是先生产还是先有人买呢？不是，那肯定先生产呀，不生产怎么会有人买呀？那你觉得是企业认为产品能卖出去，于是就先雇人生产，给员工发工资，员工才有钱去买东西，还是大家原本有需求去买了东西，企业发现商机，为了赚钱才扩大生产，增加就业，从而带动了大家的工资增长呢？怎么感觉有点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啊？没错，这就是经济学中200年来最硬核的门派之争。经济增长到底是供给还是需求驱动的？那先讲讲供给派是怎么个事儿。供给驱动派的祖师爷是萨伊，他有个著名的萨伊定律，也就是供给创造需求。萨伊认为啊，如果你想把小方煎饼果子的生意做大，那就得先租厂房、买零件、雇工人吧。这样的话，你在卖出煎饼果子之前啊，就已经把租金给了房东，把货款给了供应商，把工资啊发给了员工。这么说，企业家还挺重要的呀。没错，因为生产的过程啊，本身就是在分配财富，房东、供应商、员工都拿到了钱，大家就会有消费的需求，所以叫供给创造了需求。这一派的口号是啊，如果不给老板钱，那谁来发工资呢？这么说，川普给企业减税是为了让企业多生产呀？对的，所以供给派治疗经济问题的药方啊，就是给企业减税、减少监管，让老板手里有更多的钱去投资、去扩大生产、雇佣更多的人呢。这么说的话，我有点支持供给派了呀。那需求派可要派出凯恩斯来反驳你了。上世纪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啊，工厂不是造不出来东西，而是卖不出去。所以凯恩斯认为啊，如果大家兜里都没有钱，或者对未来啊没有信心，那他们就只会存钱不消费，老板生产出再好的产品也是卖不出去。这样老板啊不仅不会扩张，反而会裁员，减少成本。裁员呢又会让更多的人没钱消费，经济就陷入了死循环啊。凯恩斯说的也颇有几分道理啊。所以需求派的口号是啊，如果不给百姓钱，老板的东西卖给谁呀？凯恩斯认为啊，在经济不好的时候，要把重点放在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身上，增加社会福利，提高全民保障，甚至政府啊要带头花钱给补贴，雇人去修路、搞基建呢。
这样大家手里有钱了，才敢消费，企业就会再次雇更多的人去扩大生产了。坏了，我怎么觉得两派他说的都有道理呢？这世界上啊就没有非黑即白的道理，经济循环啊本来就是个圆圈，经济问题的关键啊不在于谁对谁错，而在于经济卡在哪里。如果企业不愿意投资，那就刺激企业；如果消费不足，那就刺激需求呗。那看这情况，美国现在是侧重企业呀。没错，之前美国的经济重心啊在需求端，因为他们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国，为了维持旺盛的消费需求啊，口罩期间啊他们甚至直接给居民发现金。但特朗普的政策明显转向了供给端，强调企业减税，鼓励制造业回流，带动本土就业。那我们和美国一样吗？我们和美国啊恰恰相反。改革开放有句话叫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所以前20年啊通过各种土地财政优惠政策吸引投资。那时候啊企业家就是那个拉着全民财富往前冲的火车头啊，只要工厂开起来，大家就有活干有钱拿。但现在真正限制经济的可能是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，所以我们当下正在经历一个史诗级的逻辑转换啊。所以前段时间才疯狂搞消费补贴呀，中美是完全相反的转变呀。老爸，那以后我们的经济政策会怎么变呢？我们未来的发力点啊，一定会切换到需求侧，这就要从凯恩斯啊讲起了。